一天做10台手术，郑医生是疯了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这回去前线多待了半个多月，肝癌的患者也就多等了半个多月。可不是，之前啊，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说医生走了，都闹到院长那儿去了，还是院长找了鲁道夫教授过来做手术，这事儿才算完。教授为了偷师，可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你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有多严重，我都吓死了，生怕跟那个大黄牙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我听说啊，那个郑医生其实是陈妙的儿子，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北大那个信封的住院总告诉了他喜欢的一个护士，而那个护士就告诉了咱们这边一个护士，这不就传开了？Skilled and experienced team for this complex procedure. Ou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both. 都到齐了。各位，今天连体婴分离手术团队正式成立，希望各位能尽快攻克连体婴分离术，为海城带来更大的殊荣。郑人，手术准备到哪一步了？之前我们认为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配合，本来想等虚拟手术室弄好之后就开始练习，结果患者中途转院了。而现在，这个手术目前最大的难点，已经不是配合，是什么？心律不齐。两姐妹相连的肝脏之间有异常的血管相通，会导致手术中血压、血氧、心率的波动极大。富儿就是因为心律不齐，才放弃的手术。是的。为什么不用体外循环？因为体外循环风险太大，就算大人做，都容易引起炎症，导致组织器官损伤，更别提本身就免疫很低的连体。所以我们研究后觉得，如果能稳住心率，让姐妹同步是最好的。麻醉科那边怎么样？我们之前没做过分离术，具体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练吧。好。4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郑人跟林渊负责肝脏分离，超越鲁道夫负责心脏分离。此外，还需要整容科胚胎。还有，相连肝脏分离创面可能会出血，需要充足的备血。OK， 这个我来解决。阿云，你要做好后勤协调等一切辅助工作，配合郑人团队拿下这个手术。知道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从明天起，早8点到晚10点，可以做到吗？如果做不到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小意思，反正我之前都是天天窝在手术室里了。来都来了，就这样呗，干就完了，磕嚓。好，钱人全部到位，各位，我等待你们创造奇迹。关于生命的定义，我们默契彼此坚定，从不抱怨世态炎凉，保持我的倔强。
妈，你要挺住，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这都快8点了，郑医生怎么还不来啊？别着急，还差5分钟呢。郑哥一向准时，估计是喊明哥去啊。哎，先生来了吧？别着急。走，各位。都看我干嘛呀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郑医生呢？他没来吗？不应该啊，他每次都提前15分钟的呀。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您好。郑然，郑然。哎，艺人，你那边找到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把这个捣乱，慢放。大黄牙？报警。你想说啥？没用的，血氧80%会导致酸中毒，你现在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。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。我给你指条道，把我妈看好。不然，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。陈妙的儿子。患者是
17年前做了左小腿截肢手术，安装了义肢。3年前开始行走困难，病情加重后，又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给我治！因为手术打击，术后状态不佳，3年来反流性食管炎、间断发热，眼睛也迅速失明，听力下降。1年前出现了心衰。最后一次检查是在3天前，心力衰竭。继续进攻到帅姐，慢，全速加油！有没有拖拉3米？没有，没有。赶紧摇手，让你妈坐起来。为什么要绑我妈的腿？为什么要绑？减轻血液回流对心脏造成的负荷，不过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得必须马上送医院。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！里面有人吗？警察先生你好，刚刚是我们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刚刚是我们报的警，这屋子里的人呢，是被你们抓走了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了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我之前来过的，他就是住在这儿。你来过？对，是当年李爱芳的事，是我爸出钱给他安装了义肢，这些年也一直是我爸给他提供了医疗援助。对了，账号。看一下，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账号，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找到他。哎，老沈，帮我查个账号，看看他最新的活动轨迹。嗯。妈，你要挺住，妈，用力啊，你用力抓！妈，你一定要挺住了，妈！求求你妈，就打120。你要是救不好我妈，你也别想活着出去。打120。妈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海城市环新区派出所的，这儿逮捕证。黄果，你涉嫌非法拘禁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带走，走！张医生，张医生，你要救我妈！我求求你救我妈！妈，你要挺住！妈！警察，警察，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快打120！快打120！冥冥之中终有定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12小时之内，
急性心功能衰竭了2次啊。他那个家要什么没什么，你还能救回来，了不起了。要是救不回来，我会死。严肃点儿。你了解完他的情况有什么想法？很奇怪，李爱芳3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术，按理说这么大年纪做手术，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发现。可病历上却说，一直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，病情进展的方式不太对。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？病历上没看到。你在他家的时候，他清醒吗？有，但是情绪非常低落，感觉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想法。但是大黄也不让他走。真是遭罪，自己遭罪，妈妈也遭罪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常约他们去看连体婴了，更新新的体重体条数据。你看什么呢？这个位置。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？手术挺成功的呀。髋关节尺颈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。3年前的片子了。尺颈曲线侧后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，是术后局部机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？所以不是老年病，是中毒。什么毒啊？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，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。再有就是，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，用的是什么材质？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物手术？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。小医人能搞定。没有了，除了髋关节，再没有做过什么金属植入手术了。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是在那个老房子里，你去过？我知道了。你等一等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救吗？你觉得呢？谢小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郑医生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妈，真的。去过好多医院，那帮庸医说治，还有人说他83该走了，凭啥？不甘心？他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，凭啥？谢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，去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求求他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。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，我真的不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谢谢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要不是听见大黄牙说那番话，根本想不到，他原来是个孝子。是啊，还昧着良心说了那么多谎话，又撒泼打滚的，逼着那么好的医生跳楼自杀，却没有想到他对他妈那么上心，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是有多么的困难，但是他一照顾就是17年。人都是复杂的，我知道他对医院还有医生都有一些偏见，所以我让他到医院去做护工。
让他知道我们工作的难处。我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，我就让他去跑腿，赚一些外快。我爸之前老说我太好骗了，但是我想的是，毕竟老太太还有我都是陈医生救的。老太太要真走了，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。这17年，他母亲是他的人生支柱。啊，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辛苦了。辛苦辛苦。哦，这么多呀！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吧？什么？伍佰怀疑是脸上的髋关节出了问题，说是有可能被人投放了毒药。不可能，我爸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。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，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，这么认真干嘛呀？你们看这里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，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，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。之前的病历里没有，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历，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。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，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张查理博士开展了钉摩擦关节置换手术，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。首例陶瓷全髋关节在髋臼侧用非骨水泥固定，而在股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柄。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，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。陶瓷材料非常脆，有碎裂的可能。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。还是最新的粉陶，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。只可惜手术失败了，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，换成了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你们家挺有钱啊，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。其实也不是很贵，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。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，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。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。定增的工作跟医疗相关。你们笑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既然有怀疑，就去验证吧，快去麻木吧。他完全不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艺人跟他爸多像啊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不跟他说吗？哎，千万别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。哎，你们呀！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疤痕组织，而是陶瓷碎片？等结果出来，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，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，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，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金属毒性耳聋、失明等症状。我就说是中毒吧。你说的是安装毒药。哎呀，那么说比较刺激。他平时一本正经的，逗逗他。郑医生，我联系上那位医生。哪位医生？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。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飞来一趟。好，还算有自知之明。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又要做手术，不能只吃药吗？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。做手术还有一定几率能活下来，要是不做的话，最多1个月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彭总，云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又想干什么呀？我听说连体婴又回海城了。你说这妇儿医院啊，真够折腾。直接说重点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之前跟您提过的手术直播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，云哥。中国经济这40年是一个大周期，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更快加速的阶段。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。我也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但是彭总别牵扯到证人行吗？这是连体婴分离术，成功率有多少你心里清楚。但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。打住，别再说了，再说的话我可不给你面子了。总之，别再来骚扰证人了。结果出来了，钴元素超标1000倍，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。伍佰，恭喜你啊，钴中毒。
干嘛去啊？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。找出病因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？他已经坚持了17年。我在他站在这12小时里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别丢下我。”老婆跟他离婚了，儿子又不认他，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，也没有朋友。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。老人现在83岁，这次手术如果失败，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，咱们几个说了不算，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。那我明天去找他。谢小姐，我妈到底是什么病？3年前，髋关节置换术遗留的陶瓷碎片导致的慢性骨中毒。郑医生同意给我妈做手术了。这个是骨科的手术，郑医生做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医生。那如果手术顺利的话，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好？这个很难保证，毕竟老太太已经83岁了，我们很难保证她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，而且之前已经受损的听力和视力也不一定能恢复。那就是说，不做手术的话，人随时会走。就算做手术也下不了手术台，就算下来了也会有后遗症，就算手术成功了，也不一定恢复得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嗯。想见见我妈。妈，你醒了。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，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。等咱好了呀，咱们就回家了。好累呀！妈，你说什么？